这个胸腔的下端还是往里面收的太严重了。下端的开口啊，要根据外轮廓，它的外形的轮廓呢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？那它胸腔的下边呢，应该随着这个外轮廓的形来，大概应该是这样。如果说要求的再严谨一点的话，这个胸腔应该注意这个地方。然后它的肩胛骨画长了肩胛骨并没有到这里，到这里差不多，从照片上我们能看得到。然后它肩三角肌的形状，侧面的这一段短了，这个拐点呢应该在这里。这个颈部呢还好，如果说画它的肌肉的话呢，在这个位置可以画到里边一条浅浅的线。然后这个是颈部的外轮廓，按照这个身体比例来讲的话，这个颈部稍微的细了一点点，再往外扩一点点。这里有一个鼓出来的锁骨锁骨的外端鼓起来，在体表呢能看到一点点。然后这边也是肩三角肌稍微短了一些，然后这一段比较偏平的这种趋势感特征没有画出来，在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。然后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胸腔基本上的问题不大，这个是可以的。然后肩胛下角也是位置要再往上提一点。然后注意肩胛岗和内侧缘之间不会因为它的动态这个夹角改变，肩胛骨的造型是不会变的。肩胛骨呢是这个造型，然后再完善一点的话，再丰富一点的话，它的结构是这样，这条边和这条边它们两个角度是不会发生变化的，只能是肩胛骨整个角度的变化。这个是肩三角肌要再往上提一些，让肩三角肌表现它的明暗体积的这个地方。这个手臂要往里边移一点。这两侧呢是竖脊肌，这个手臂画高了。要注意动态的特征要再准确一些。这个头部呢还好，后脑勺的中线呢可以给它画出来。这个大的形动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两肩的落差以及中线的角度，还有基本形的这个形状，手臂的朝向，这个都很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在画完整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线要强调，这里呢可以略微加深一点，而不是呢只把外轮廓这一圈够重，里边全都浅，这样的话整体的关系也不合适。那这根线就可以给它强调出来。颈部后边的这条线的趋势不够合适，这样倾斜就不够合适。看我把这边的压下来，这个体积的感觉就很好了。那像有一些比较符合模特特征的这个地方，就不要画太概念不要给它画成两个直的。那这个位置肩三角肌后束这里是鼓的，要贴合一些模特的特征。下面的这个颈部呢，虽然被遮挡住了被手挡住了，但它的宽度呢还是可以猜测出来的这样看着比较合适。这个肩部的形状不够完整，然后线呢断断续续，它就看起来有些琐碎，还是要更多的去注意形然后呢还有就是模特自然的特征，它这个菱形呢是这样子的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隆起来的，然后它隆起来之后才会有挤压的这两个弧度的造型。这里有个坑，这里有个坑，这是斜方肌下边，再往下呢就比较薄，看不到了。然后竖脊肌呢比较突出，下半部分呢就有可能和竖脊肌的形融合了。然后从肩胛下角这个位置斜向前有一些痕迹，这块呢就很大了，可能是这个前锯肌造成的。虽然不用去画，但是我们要去分析，有这个分析的过程。要注意冈下肌、小圆肌和大圆肌它们的形状。整体来说，这张作业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个线条呢有轻重、有虚实、有主次，还不错。但是呢，注意一下形。第一个的话，颈部的比例稍微的粗了一点点，而且这个横断面上面的这个横断线呢应该再平一点，因为这是一个平视。然后就是手臂的朝向要注意如果说从后边能够看到这么大的横断面，说明从顶视图上看的话呢，这个手臂应该是往后，
摆的。但实际上按照这个模特啊，这个是肩膀，这个手臂呢就是自然往身体的两侧抬起啊，我们应该是看不到这个横断面的，横断面在这儿。我们从后边看，要么呢给它略平一点，要么呢微微的弧度出来一点点，但是呢不要让它看到横断面。这里呢是这样，然后手臂的这条轮廓上去，大圆肌呢到下边去，肩胛骨内侧缘大概要注意一下，这里呢不够准确。然后下面的这张图，它的肩胛骨呢在这儿，它这个肩胛下角呢顶起来还比较明显，在体表。这个第七颈椎的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，这里应该降下来一些。然后这个手臂呢，它是微微往后撤一点点的，可以大概看到一点点这个横断面。啊，你发现两个胳膊呢不够对称，长度和粗细要注意。然后下面这个比例上稍微有点不够准确，主要呢比较明显的在颈部，颈部稍微细了一些。这个肩三角肌鼓起来要进去，然后手臂穿出来，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小落差。它的大圆肌呢是这样，这里是小圆肌和冈下肌，然后这是肩三角肌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造型。这个中线应该在这儿，没有偏过来。这边的肩胛骨呢在这儿，右边的这个肩三角肌呢应该再大一点点，手臂呢再往下降一些。整体呢有一个这边下沉，这边上升这样的一个动态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胸腔，稍微小了一点。你看胸腔的下端距离体表有点过于远了。这个胸腔呢，虽然说这个模特这个人比较壮，那他的肌肉会比较厚，但是呢，胸腔距离体表呢也不会太远。那他这个胸腔大概这么大，会比较合适。然后注意一下手臂的比例，这个手臂有点太大了，原因在于你这个肩这一段斜度没有下来，它下来的话，底下这段也下来，然后手臂上面的这个轮廓呢就到这儿，然后它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粗了，因为你上面这轮廓画上去了，顺着就下来就变粗了。其他的问题倒不大，像这种特别强壮的人，大圆肌呢会变得很大，有的时候看起来会和冈下肌差不多，这个结构也都是合适的，都可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也是注意胸腔上边不要画这么平，不要画这么宽，小一点，短一点。然后胸腔是一个卵圆形下来，虽然说它整体形状成个卵圆形，但是它后边的开口呢，它还是有一个形状的，并且呢，斜方肌下端应该结束在这儿，而不是在这儿。手臂和肩的形状，注意这个轮廓的形状。然后下面这个胸腔的话，稍微难度大了一些，这个没画好，你可以在照片上去画，在照片里边去画一个合适的胸腔，你感受一下这个胸腔长成什么样子才能够放到这个人体中，大概你就知道胸腔在里边要画成什么样了。斜方肌这里画远了，画长了，注意这边的轮廓形。